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This is my architecture。我是来自 AWS 的架构师 Neil。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 Eclat Valley 伊克罗德的架构师 Steven。嗨，Steven 你好。嗨，Neil 你好。Steven，要不就开始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架构吧。好的，伊克罗德物联网管理平台是基于 AWS IoT Core 为核心所设计的一个 SaaS 的一个物联网管理平台。在我们的设计里面呢，我们透过我们的 Portal， 可以透过 IAM 呢来连接到客户自己账户里的 IoT 服务。没有问题，所以这整个是一个 SaaS 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所以我们 SaaS 首先要服务的是我们的租户。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客户连上你们的平台，是怎样迅速的去开户或者去 provision 你们的这些资源的？好的，只要客户他拥有亚马逊的账户，不论是在亚马逊北京或是海外的账户，这个账户呢，它就可以透过我们的 IoT 物联网管理平台上面去下载一个 CloudFormation。这个 CloudFormation 呢，上传到他的账户里，可以在1分钟之内快速的部署跟 IoT 相关所有的服务，包含了 DynamoDB 以及 Lambda 等等这些会应用到的服务。所以还有呢，它也包含了 IAM 的这个账户权限，可以一并的设置完成。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里的所有的组件都是通过您自动的部署完成，然后包括 IAM 里的这些健全的这些配置也都是一起自动完成的，对吗？是的。OK。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设备连入的一个平台，那像整个的这样一个 SaaS 平台是怎么去应对海量的这些设备的连入呢？好的，要应对海量的设备连入，的确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最主要的考量点。我们不能透过半台的虚机来支撑这样海量的设备，这样是不可靠的。所以可以从这个架构里面可以看得到，在支撑海量设备，我们靠 AWS IoT Core 本身的服务，就可以支持到数十亿个以及数兆的讯息。同时，我们在上面的数据处理以及资料数据库的存储，我们都是透过 DynamoDB 以及 Lambda 以及其他的这种无伺服器的服务来提供整个 IoT 服务的架构，来支撑海量的一个设备。所以我听到了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一块架构是没有服务器、无伺服器的一种方式，对吗？是的。OK， 非常棒。那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有一个流程上的了解，这个整个架构是怎样运作的吗？好的，没问题。我这边直接拿一个客户的应用场景来说明。假设客户他是做一个智慧台灯的，当一个用户把他的台灯买回家了之后，那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户会透过他的 App 来做一个会员注册。在这个会员注册以及是登录以及相关的权限认证，都是透过 Amazon 的 Cognito 的服务来实现的。我们也在App 上面有放了 Amazon 的 Cognito 的 SDK。OK。那在这个智能灯在连线的时候呢，它就会透过家里的网关连接到AWS IoT 的服务，中间就是走标准的 MQTT 的协定来支持的。那连接到 AWS IoT 服务之后呢，透过这个 Rule Engine 就可以呢去实现到把数据连接到 DynamoDB 做存储，然后也可以透过 Lambda 来区隔其他像通知、像其他监控还有其他的服务。OK，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 IoT 这样一个平台的话，会有大量的用户数据会产生在你们这个平台上，你对用户数据的这些隐私的保护是有怎样一个考量呢？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众多的物联网管理平台上面，大部分都是储存在这个物联网管理平台上。那在这个我们当初设计的角度，就是符合亚马逊一个非常高安全的一个原则，所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其实没有储存客户任何的资料。透过 IAM 这个服务，就是很直接的、很快速的，在客户授予权限的情况下，透过我们的平台去部署它相关的服务，所以所有的资料都是存在客户自己的 DynamoDB 里面，以及它的 S3。这都是在客户自己的账户里面，并不在我们物联网管理平台上。所以在这一边是你们管理平台的一个门户，而客户的资料全部是他自己的账户里面，对吗？对的。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架构设计，我觉得。所以从整体来看，我看到您不仅满足了这样一个 IoT 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而且您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考量。然后呢，也做到了分钟级别的这样一个快速的一个资源的 provision。也考虑到了一个100万的海量级的设备的一个连入。对。OK， 那谢谢你的分享，非常棒的一个架构。
谢谢 Leo。这里是 This is my architecture，谢谢大家的观看。